我叫钟莹莹，年方20，未婚。这在长安城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。毕竟以我爹正五品工部员外郎的家世，加上我这张上可一关的脸，即便不是被踏破门槛，也不至于沦落到无人问津。问题出在我这张嘴上，用我娘话说就是：好好一个姑娘家，偏偏长了一张嘴，这方圆10里的媒婆见了你都得绕道走。我能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告诉她，我这叫天赋异禀，上至朝堂风云，下至东家长西家短，就没有我钟莹莹插不上嘴。我爹娘为此愁得头发都白了，觉得我这辈子大概率是要砸在手里了。直到那一天，礼部侍郎府的官媒带着满脸和善的微笑敲开了我家的门，提亲对象是当今圣上眼前的红人，年仅25岁便官拜3品的礼部侍郎赵桓启。唯一的缺点是他是个官夫，还带着个5岁的拖油瓶。我爹娘激动得差点当场昏过去，连连说这是祖坟冒了青烟，我却觉得是有蹊跷。赵桓启是什么人？长安城万千少女的梦，他就算要续弦，满长安的大家闺秀任他挑，怎么会挑中我这个闻名遐迩的喷子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新婚之夜，赵桓启屏退了下人，那张俊美的人神共愤的脸上没有半分新婚的喜悦，反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郑重。他从袖中取出一沓纸，轻轻放在我面前。这是……我挑眉，难道是婚前财产协议？可以啊，挺有现代意识。这是城南的2间铺子，3进的宅子，还有东海夜明珠1对，全当是给夫人的聘礼补充。赵桓启的声音温润如玉，说出的话却现实的像菜市场的猪肉价。我眼睛亮了，可以啊，这老公上道。我正要伸手，他却将手按在了那沓房契地契上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我有件事想请夫人帮忙。来了，正题来了，我就知道这桩婚事是笔买卖。说吧，什么项目？预算多少？KPI 是什么？我盘着腿往嘴里丢了颗红枣，一副商业谈判的架势。赵桓启显然愣了一下，似乎没跟上我的节奏，但很快便恢复了镇定。不愧是混官场的。我想请夫人继续做你自己。我嚼着枣核，含糊不清地问：什么意思？继续当喷子？他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脸上甚至出现了一丝近乎于崇拜的神情。我听闻夫人凭借一张利口，能将黑的说成白的。过奖过奖，常规操作。我摆摆手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感情是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客户的认可。犬子怀心，今年5岁，他性子怯懦，不慎与人交往。我身为礼部侍郎，需维系朝臣颜面，行事需端方雅正，不好亲自下场。所以我懂了，他这是花重金给我请了个嘴替兼家庭辩护律师啊，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绝了。所以我的 KPI 就是看好你儿子赵桓兴，改正他的性格。我总结道。正是。赵桓启的眼睛里闪着光。只要夫人能让怀兴性格开朗起来，府里终会归你管，我的月俸也尽数上交。我激动地一拍大腿，这是什么神仙甲方？钱给到位，还充分放权。成交。赵侍郎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儿子的金牌教师，保证让怀兴天天喜笑颜开。赵桓启看着我意气风发的样子，长舒了一口气，露出了3天来第一个真心的笑容。很好，项目启动，我钟莹莹正式上岗。第2天一早，我睡到日上3竿才起。赵桓启已经上朝去了，只留下一位姓钱的嬷嬷，毕恭毕敬地伺候我。用过早膳，钱嬷嬷提醒我：夫人，小少爷再过1个时辰便要散学了，按照规矩，您该去学堂门口接他。来了，第一个任务，我换上一身簇新的长裙，对着窗外呵的一笑，露出一个自认为和善的表情。很好，战斗形态启动。长安城的贵族学堂门口历来是攀比斗法的修罗场。我到的时候，那里已经停了好几辆华丽的马车，一群穿金戴银的贵妇人正聚在一起，摇着扇子，交换着最新的八卦。我一露面，他们的目光就齐刷刷地射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赵侍郎新娶的夫人吗？刘玉玉一个穿着华贵、满头珠翠的女人阴阳怪气地开了口。她是安宁侯的夫人刘玉玉，出了名的嘴碎。什么夫人？不过是工部一个小小员外郎家的女儿，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能嫁给赵氏？薛夫人旁边那个穿着宝蓝色衣衫的，是御史大夫家的薛夫人，和刘玉玉一向是塑料姐妹。我理都没理他们，径直走到一棵大槐树下，从袖子里摸出一包瓜子，悠哉悠哉地嗑了起来。对付这种人，你越搭理他，他越来劲，无视才是最高级的蔑视。果然，见我不接茬，他们自觉无趣，但又不甘心，便开始拿赵怀兴说事。要我说，赵侍郎也是可怜，年纪轻轻就要给别人养孩子。刘玉玉的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能让我听见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那孩子木讷得很，亲娘又去得早，现在来了这么个厉害的后妈，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喽。薛夫人一唱一和，我嗑瓜子的动作一顿，说我可以，说我客户的儿子不行。我慢悠悠地站起来，走到他们面前，脸上挂着职业假笑。2位姐姐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刘玉玉翻了个白眼。我们说我们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笑得更甜了。是不关我事，我就是刚刚听见2位姐姐在讨论孩子。说起来，我昨天进宫给太后请安，才听太后夸奖，说安宁侯世子聪慧过人，小小年纪已经会背《论语》了，不像某些人家的孩子都7、8岁了。
连三字经都背不全，整日就知道调皮捣蛋，前儿还把太傅的胡子给烧了，惹得御史大夫在朝堂上被圣上点名批评呢。我这话一出，薛夫人的脸唰的一下就绿了。她儿子烧太傅胡子的事，可是他家近期的头号丑闻，而刘玉玉的脸上则乐开了花，看薛夫人的眼神充满了幸灾乐祸。我没等薛夫人反击，又转向刘玉玉，故作惊讶地捂住嘴。哎呀，侯夫人，您今天这身衣裳真好看，就是这料子好像是去年的云锦霞吧？我前几天去逛霓裳阁，掌柜的说今年最新的料子叫雨过天青，说是府尹夫人早就定下3匹了。哎，看来还是府尹大人胜券正浓，这好东西都紧着他家送呢。刘玉玉的笑僵在了脸上，她最爱攀比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再看看不远处府尹夫人身上那件水蒙蒙的青色裙子，脸色顿时变得和薛夫人一样难看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瓜子皮，对着他们俩露出了一个我都是为你们好的表情。妹妹，我就是心直口快，2位姐姐可千万别介意啊。说完，我施施然地转身走开，留下刘玉玉和薛夫人大眼瞪小眼。我刚回到树下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了争执声。姓薛的，你刚刚笑话我儿子是什么意思？姓刘的，你别得意，你家那口子在外面养外室的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敢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啊！你敢扯我头发？学堂门口，长安城2大诰命夫人为了捍卫各自的脸面，当场上演了一出全武行，周围的贵妇们纷纷避让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而我作为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，正靠在树上，一边嗑瓜子，一边欣赏着这出年度大戏。叮铃铃，散学的钟声响了，小小的赵怀兴拖着书包从里边走了出来，我冲他招了招手，脸上是自认为最温柔的笑。赵怀兴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迈着小短腿，慢吞吞地朝我走来。客户交接成功。回家的路上，马车里一片寂静。我也不着急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包新买的桂花糖，递了过去。吃吗？他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。不吃算了，我吃。我自顾自地剥开一颗扔进嘴里，咂咂嘴。真甜。他偷偷地咽了下口水，但还是没动。行，有骨气，我喜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都准时去学堂门口接他，顺便观摩刘玉玉和薛夫人的战况。他们俩自从那天之后就杠上了，每天不互对几句就浑身难受，为我的午后时光提供了不少乐子。而我和赵怀兴的关系也在不咸不淡中维持着，直到第5天出事了。我到学堂门口时，发现赵怀兴正被一个比他高了半个头的小胖墩堵在墙角。那小胖墩我认识，兵部尚书家的独子王继凯，是学堂里有名的小霸王。赵怀兴，我娘说了，你爹娶了个泼妇回来，以后有你受的。王继凯一边说，一边推搡着赵怀兴。赵怀兴死死地咬着嘴唇，不吭声，小小的拳头握得死紧。我心里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，这是我的客户，我的财神爷，岂容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欺负？我几步走上前，一把揪住王继凯的后衣领，像拎小鸡仔一样把他拎了起来。谁家的孩子嘴这么臭，是拿大粪漱口了吗？王继凯在我手里扑腾着。你谁呀？放开我！我爹是兵部尚书。兵部尚书？哦，我点点头，就是那个上个月因为克扣军饷被圣上罚了半年俸禄的王尚书。啧，怪不得儿子教的这么没品，家风不正啊。王继凯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这时，一个穿得像个暴发户的女人冲了过来，一把推开我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儿子！你这个疯女人！是王继凯的娘，王夫人。我松开手，王继凯立刻躲到他娘身后，指着我告状。娘，他欺负我！王夫人护着儿子，对我怒目而视。你就是赵侍郎新娶的那个，果然是个没教养的，当街就敢对我儿子动手。我笑了，笑得春暖花开。王夫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只是帮你家孩子挣了正衣领，倒是你儿子刚刚可是指着我儿子的鼻子。怎么，兵部尚书府的家教就是教孩子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吗？你！王夫人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我什么我？我上前一步，气势逼人。我儿子有没有娘，轮得到你们家来智慧？他爹是3品侍郎，官比你家大。他后妈我虽然出身不高，但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撒泼，不如回家好好翻翻女则内训，学学怎么当个合格的母亲。我的语速又快又急，像连珠炮一样，打得王夫人毫无还手之力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还有你！我转向那个小胖墩王继凯，蹲下身平视着他。小朋友，我告诉你，赵怀兴他不是没娘，他有2个娘，一个在天上看着他，保佑他平安，一个站在这里。你今天说的话我记下了，以后再让我听见一句，我不但要去找你爹聊聊军饷的事，我还要去你学堂，把你尿床的事迹编成快板，天天在门口说唱。你听懂了吗？王继凯被我看得一哆嗦，吓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一头扎进他娘怀里。王夫人抱着儿子，指着我你了半天，最后憋出一句：你给我等着，然后就灰溜溜的跑了。我拍了拍手，大获全胜。一回头，却看见赵怀兴正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一眨不眨的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震惊，有好奇，还有一丝崇拜。我冲他一笑，朝他伸出手：走，回家，今天给你带了新出炉的枣泥糕。这一次他没有犹豫，小小的手
轻轻地放进了我的掌心，温温的软。那天之后，赵怀兴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，他不再缩在角落，而是会主动坐到我身边。我给他的零食，他会当着我的面吃掉。晚上我给他讲睡前故事，他会听得格外认真。赵环起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合作伙伴升级到了再生父母。每天下朝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我院子，一脸谄媚地问：“夫人辛苦了，今天战况如何？需不需要为夫给你捏捏肩、捶捶腿？”然后就会被我一把踹开。一边去，别耽误我数钱。他也不生气，就嘿嘿地笑，活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。这天晚上，赵环起破天荒的没有回书房，而是赖在我房里不走。夫人，他搓着手，一脸期待。我们成婚也有一段时日了，你看这良辰美景。我懂了，这厮是想邀请打架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正准备跟他约法三章，谈谈夫妻生活这个附加项目的收费标准。突然，轰隆一声，窗外响起一声惊雷，紧接着门被砰的一声推开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枕头，赤着脚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冲了进来。是赵怀兴，他脸色煞白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我不怕打雷。他小声说，眼睛里噙着泪花。我心头一软，什么收费标准，什么约法三章，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我立刻下床，把他抱进怀里。不怕不怕，有阿娘在。我轻声哄着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自称阿娘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把头埋进我怀里，小声地嗯了一下。赵环起站在一旁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老父亲般慈祥的微笑。然后问题来了，赵怀兴抱着我不撒手，非要跟我一起睡。我看着我那张1.5米宽的床，又看了看身高1.85米的赵环起，再看看怀里这个小不点。要不你今晚去睡书房？我试探地问赵环起。赵环起的脸当场就垮了，俊美的五官皱成一团，活像个被抢了糖吃的孩子。不行，我也要跟夫人一起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便被我和赵怀兴一起请了出去。一夜好梦，我和赵怀兴的关系急速升温，他彻底成了我的小尾巴，每天阿娘阿娘的叫个不停。赵环起也彻底放弃了节操，天天跟在我和儿子屁股后面，大献殷勤。我的主业护崽进行的顺风顺水，没想到一个拓展副业的机会主动送上了门。来人是安宁侯夫人刘玉玉，就是那个在学堂门口被我一句话挑拨的和薛夫人大打出手的女人。她今天没穿她那身扎眼的红裙，而是一身素净的月白，眼下2团乌青，看起来憔悴不少。刘夫人，她开门见山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嗑着瓜子，懒洋洋地问：什么忙？我可不做亏本买卖。她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银票，推到我面前。我眼睛一亮，立刻坐直了身子。侯夫人请讲，我钟莹莹最是乐于助人。刘玉玉咬了咬牙，说出了她的烦心事。原来他家那位安宁侯最近新纳了个小妾，姓柳。这柳姨娘肚子也争气，进门不到3个月就传出了喜讯。安宁侯大喜过望，把那柳姨娘当眼珠子一样疼，天天山珍海味的供着，连刘玉这个正室夫人都被冷落到了一旁。那柳姨娘仗着有孕，天天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侯爷也护着她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刘玉玉气得直拍桌子。所以你想让我帮你对付她？我问。刘玉玉重重的点头。只要你能让她失宠，或者让她出点什么意外，我再加500两。我摇了摇头。侯夫人，我是个有原则的喷子，我义正言辞地说，下三滥的手段我不做，特别是对孕妇和孩子下手，有损阴德。刘玉玉的脸垮了下来。我话锋一转，不过嘛，帮你出出气，戳穿一下某些人的真面目，还是可以的。价格嘛，友情价800两。最终我们以600两的价格成交。第二天，我应刘玉玉的邀请，去了安宁侯府赏花，不负众望地拆穿了柳姨娘假怀孕的事实，气得安宁侯当场发飙，将她赶了出去。而我则拿着刘玉玉额外奉上的200两精神损失费，深藏功与名。从那天起，我在长安贵妇圈里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号——情感纠纷金牌调解员，业务范围再次扩大。我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主业护崽，副业赚钱，家庭和睦，简直是人生赢家。直到那天，一辆奢华到闪瞎人眼的马车停在了赵府门口，车上下来一个女人，那女人穿着一身旗装，身后还跟着几个高大的护卫，一看就不好惹。钱嬷嬷看到她，脸色都白了，哆哆嗦嗦地说：杨大小姐。女人没理她，径直走进府里，目光落在了正拉着我的手让我给她念话本的赵怀兴身上。她的眼神瞬间变得复杂，有激动，有愧疚，还有一种志在必得。怀兴，她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。赵怀兴抬起头，看到她愣住了，他小小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。我的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秒，那个女人就蹲下身，向赵怀兴张开了双臂。怀兴，我是娘啊，我回来了。我满脸问号。赵环起不是说他老婆3年前就病逝了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正巧下朝回来的赵环起
撞见了这一幕。他看到那个女人，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。杨露露，你还回来做什么？杨露露，我想起来了，赵桓启的原配，出身皇商杨家，富可敌国。但在赵怀兴2岁时，杨家生意出了变故，他为了争夺家产，远走了西域。如今他显然是赢了，成了杨氏商行新的掌舵人。而他回来的目的不言而喻。杨露露站起身，冷冷地看着赵桓启：“我来接我儿子。”不可能，3年前是你自己放弃他的，他现在有我，还有他阿娘。赵桓启拒绝的同时，还把我拉到了身前。我心里一沉，完了，最终 BOSS 登场了，这仗难打了。杨露露的攻势比我想象中来得更猛烈，她没有硬抢，而是玩起了超能力胜。那段时间，赵府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赵桓启天天唉声叹气，而我则发现了一件更要命的事：我的月事推迟了半个多月。我看着铜镜里自己微微有些圆润的脸，一个荒唐又惊悚的念头浮现在我脑海里。不会吧，我这运气也太好了点吧！我怀孕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赵府上飘了过。赵桓启先是愣了3秒，然后狂喜地把我抱起来转了3个圈，差点把我刚吃下去的酸梅汤给晃出来。老夫人也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天天让厨房给我炖各种补品。只有赵怀兴反应很平淡，他只是看了看我的肚子，小声地问：“阿娘，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”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，我把他拉到身边，认真地看着他。怀兴，你听着，你是我第一个孩子，以后不管我生多少个弟弟妹妹，你永远都是阿娘的大宝贝，谁也抢不走。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但眼神里的不安却并没有完全消散。而杨露露在得知我怀孕后，攻势更加猛烈了。她大概觉得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不会再真心对赵怀兴，这是她夺走儿子的最好时机。决战的时刻很快就到了。那天是赵怀兴的6岁生辰，杨露露包下了整个金桥山庄，为他举办了一场极其奢华的生辰宴。长安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都到齐了，我和赵桓启也去了。我们到的时候，赵怀兴正穿着一身金线绣的锦袍，像个小大人一样站在杨露露身边，接受着众人的祝贺。他看到我们，眼神闪躲了一下，没有像往常一样跑过来。杨露露则像个骄傲的女王，挽着儿子的手，对我露出了一个胜利的微笑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杨露露站到了高台上，感谢各位进来参加我儿怀兴的生辰宴。她环视全场，声音洪亮。今天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宣布。她顿了顿，拉起赵怀兴的手。我儿怀兴将随我返回西域，正式继承杨氏家业。从今以后，他便是杨氏唯一的继承人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和赵桓启身上。赵桓启的脸已经黑得能滴出墨来，我却只是静静地看着台上的赵怀兴。杨露露低下头，温柔地问他：“怀兴，告诉大家，你愿意跟娘走吗？”赵怀兴抬起头，看了看满脸期待的杨露露，又穿过人群，看向面无表情的我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终于，赵怀兴开口了，他挣脱了杨露露的手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，走到我面前，塞进了我手里。阿娘，这是他给我的零花钱，我一文都没动。然后他又解下腰间那块价值不菲的玉佩，放到我手上。这是他给我买的，我不喜欢。说完，他转过身，对着目瞪口呆的杨露露，一字一句清晰地说：“我叫赵怀兴，不叫杨怀兴。我爹是礼部侍郎赵桓启，我阿娘是钟莹莹，这里才是我的家，我不跟你走。”他小小的身子站得笔直，那一刻，我强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我赢了，我的真心赢了那泼天的富贵。后来杨露露回了西域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也为赵桓启生了一个女儿。某一天，我看着身边一大一小2个男人和床上躺着的女儿，突然就笑了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我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安宁。我钟莹莹，长安第一喷子，上岗赵府金牌客服，如今项目圆满成功，还附赠了2个可爱的 KPI，这笔买卖赚大了。